1795年，巴黎25000名保王党势力发动武装叛乱。现在拿破仑还只是个小小的炮兵，可谁也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小炮兵，使这场战役获得成功。拿破仑开挂的人生也将从这里开始。此时巴黎形势凶险，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落入保皇党手里，能够参加战斗的兵马也就4000人，力量对比悬殊，而且人心浮动，军心不稳。大家普遍认为都政府必败无疑。身为都政官的巴拉斯已经焦头烂额。就在这危急时刻，拿破仑向巴拉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可以让骑兵连长缪拉将大炮运来。保王党就是一群不怕死的人，什么都阻止不了他们。他迅速重新部署了国民工会的防卫。巴拉斯一看认为有道理，当即派人运来大炮。拿破仑临危受命为临时指挥官，随后他立下军令状 It will remain drawn until the order of the Republic is restored。叛军举着火把兴高采烈地向杜伊勒里攻进军，拿破仑非常淡定，想着如何把这25000人全部剿灭。他一声令下，先是对叛军进行第一轮步枪扫射，他们依然不要命地往前冲。拿破仑再次下令，随后就是一顿大炮伺候。叛军完全没想到国防护卫队会使用大炮，在大炮和步枪的加持下，他们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很快就被击溃，留下满地的尸体就想逃跑，却没想到遭到了缪拉的围堵。就这样持续将近2个小时的战斗以胜利而告终。第二天叛军就宣布投降。拿破仑在这次战役中初露锋芒，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年仅26岁就成为了意大利军团的司令。可就在拿破仑位子还没坐热，奥地利的人又不老实了，在此时选择攻打法国。随后拿破仑便匆匆奔赴阿克莱前线，看着面前一门门锃亮的大炮，每一门大炮的射程都不低于2000米，他瞬间来了自信。就在这次战役中，他彻底打响了自己名号。刚到战场，拿破仑仔细观察了一下敌方军情，最后下达指令，必须要夺下眼前这座落敌桥。随后士兵一窝蜂冲了进去，可刚跑到桥的中间就被奥军用大炮轰炸。拿破仑告诉士兵，勇敢的人是不会惧怕枪炮的。听到他的鼓励，士兵越冲越勇，可敌人的枪炮也不是吃醋的。面对奥军的凶猛火力，副将被打倒在地，最终也没挺过去，当场去世。看着一个个在自己眼前倒下的弟兄，拿破仑决定暂时撤退，避弃锋芒。回到军营，他下令让手下收集一切可用的木材，准备放弃攻占洛迪桥，选择在下游重新搭建一座桥，从后方偷袭奥军，把敌人赶到马赛纳。拿破仑恨得想把敌军砍成粉末，因为他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整个战事都在他的预算中。拿破仑再次带头与兄弟们冲锋陷阵，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他冒死杀敌的勇气感染了每一个士兵，大家都亲切地称呼拿破仑为他们的小部长，高喊着他的名字。随后逼迫奥皇签署《冈波佛米欧条约》，将比利时及地中海数个岛屿割让给法国，承认法国在意大利建立的2个共和国。这次战役让拿破仑在政治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随后也得到了爱情，成了家。从此爱情事业双丰收，可人红是非多。拿破仑的地位在人民心中越来越高，他的崛起让法国政府都感觉到危机，因此任命他为埃及军团总司令，派他去埃及远征，以抑制英国在该地区势力的扩张，并试图控制苏伊士运河与前往亚洲的海路。对此他并没有拒绝。拿破仑知道，只有远离政治中心才是最安全的。在远探埃及之前，他必须要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因为拿破仑自己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随后就为妻子买了一套豪宅，妻子看到后甚是喜欢。他告诉妻子不要心疼钱，这次进军埃及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因为那里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不久后，拿破仑的军队就出发了，他带领3万余人，各类舰只350艘。为了研究埃及文明，拿破仑还带了146名学者工程师。当看到眼前巍然耸立的金字塔，极具4000多年文明的神秘色彩，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期待。拿破仑到达城内时的第一件事，就开始研究法老时期的埃及版。他向学者说起苏伊士运河建造的最初构想，这条河是在沙俄王时期开凿，存在1000多年后就被沙漠吞并了。拿破仑想着，如果从这里挖掘，说不定可以挖出无数珍宝。军营内一眼望去全是伤者，拿破仑看着这一切，心里五味杂陈。就在前不久，他已经拿下埃及大部分城市，准备在这里尝试挖掘埃及地下的财宝，可还没行动，英国横插一脚，拿破仑只能被迫与英国大战了一场，结果损伤惨重，他的舰队被英国的海军上将纳尔逊完全摧毁，400艘军舰只剩下2支小舰，于是他们被困在了埃及。此时军队内部又突发瘟疫，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雪上加霜的事情又来了，军队内开始有反对他的声音，英国军方甚至在散播谣言，认为他永远不可能拿下埃及。可一身傲骨的拿破仑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Have me up. Egypt is ours, almost ours. Cairo is a French city. The Nile Delta has been pacified and... 随后拿破仑来到军营看望伤者，一把抱起一名受伤的士兵，站在人群面前告诉他，我一定会带你们回家。有些士兵明显不太相信，拿破仑再一次说道，我一定把你们带走，就算上帝也拦不住。他一番霸气的话语瞬间点燃士兵们的激情，在战场的失利和瘟疫的横行下，熄灭的军心再一次被点燃。虽然战士们的恐惧被消除了，但却扭转不了拿破仑在埃及的败局。法国国内的保皇派势力也渐渐上升，拿破仑最终决定返回巴黎。在他还没到法国时，很多人都悠哉地调侃他，此次的埃及之行花费巨大，
却没带回来一个战利品，甚至还嘲讽到连军舰都保不住。可当看到一封信，这些刚才还一副无所谓的全都坐不住。It's returned. Oh. Bonaparte! Bonaparte is in France. 经历千辛万苦，拿破仑终于回来了。虽然这次远征埃及失败，但是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依然很高，所有人都呐喊欢迎，因为现在的法国已经乱了，人民都把他当作救星。随后哥哥约瑟夫告诉拿破仑，巴黎将有更大的仪式欢迎你，权力的果实已经成熟，就等着拿破仑去采摘。这天在家宴上，弟弟告诉他，现在人民非常憎恨政府，而你在他们眼中就是大英雄。他劝拿破仑直接推翻现在的政府，取而代之，而且不需要用太多的力量，因为人民都非常拥戴拿破仑。但他还是选择拒绝。现在的法国太脆弱了，经受不起又一次革命了，而且保皇党有可能会趁机作乱。然而弟弟却告诉他，不是革命，只是选择一个新政府，你是新政府的领导人。说到这，拿破仑最终选择同意，但前提需要把所有议员集合在一起开会，还需要派军队去施压。随后拿破仑到巴黎警察署找到傅歇，要求他在5月18日那天控制住巴黎的城门，任何政府官员都不许进入或者离开巴黎。尽管傅歇不赞成现在政府实施的所有的政策，可他还是拒绝政变。看他敬酒不吃吃罚酒，拿破仑直接说出傅歇如何屠杀上百名保皇党的事情，如果被路易16复辟，所有人都要死。无奈傅歇只能答应，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有都安排妥当，但进行的好像并不顺利。这天，议员们在会议上争吵了20多个小时都没有结果，拿破仑等得异常焦急，于是他带队直接就杀了进去，可局面却突然变得非常混乱，拿破仑还差点被刑刺，他赶紧逃了出来，可属下却突然说，议会宣布他已经成为罪犯了。拿破仑内心一咯噔，想起自己在外面还部署了一支军队，心一狠，直接进行武装镇压，这次非常成功，议会没办法，随后决定解散督政府，并宣布成立新的执政委员会。至此，拿破仑掌握了所有军政大权，在众人的拥护下成为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官，同时也维护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果实，标志着拿破仑军事独裁的开始。但有句话说得好，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也许爬得越高代表越危险。平安夜这天，拿破仑却遭到暗杀。这个男人到底有多狠，居然敢行刺战神拿破仑。平安夜这天晚上，拿破仑的马车经过大街，他趁所有人都不注意，点燃炸药的引线，然后就慌忙从人群中溜走。紧接着，炙热的火光和弹片喷向人群，车队瞬间被火海淹没，现场一片狼藉。庆幸的是，拿破仑并没有因此领盒饭。看着满地的尸体，他发誓一定要找出凶手，随后命令大臣傅歇1周之内结案。第二天，傅歇的手下通过马的画像找到了马贩子，其中一个人说买走马的人是保王党煽动分子，但当时的拿破仑却不认为是保王党想要他的命，因为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受上帝启示的，不可能会选择在平安夜这天选择刺杀。随后拿破仑将矛头指向雅各宾派，傅歇反驳道，雅各宾派是政治对手，不是杀人狂魔。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尽管最终没查出任何证据，他还是被判处死刑。其实在前一天，拿破仑已经知道凶手不是单干公爵，他只是想通过此事让王室求饶，因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但最终并没有如愿。妻子听到枪声也出来了，她一直不赞同拿破仑处决王室。 It's an affair of state. It concerns the government of France. And me. You. Yes, you. You could have pardoned him. You didn't hit anyone. You only said to say one word. One little word, if he... Ask me to spare him. 案子就这样结束。虽然这次事件的结果拿破仑并不满意，可却得到了大臣们的赞同，也因此呼声越来越高。此时身边的人纷纷站出来，提出想让他称帝。这天塔列朗找到拿破仑说，现在议会内部议员拥护他的人非常多，甚至有人建议想让他称帝，但前提是不能给世人一种这是君主复辟的印象。拿破仑声称法国以后不会再有国王，可以效仿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皇帝是由选举产生。拿破仑面带微笑径直走出去，嘴里还喃喃着陛下二字，也许是提前熟悉这个称呼。不久后选举就开始了，拿破仑得到了300万赞成票，仅仅只有2500张反对票。几乎所有法国人都希望这个男人当皇帝，但高傲的拿破仑对此并不满。对他来说，重要的不光是结果，选票分布同样重要。于是他擅自修改选举结果，把军队的13万票改成了45万票。拿破仑想要的结果是，不仅自己选举成功，还要告诉全世界法国所有的士兵，也许是强势过头，他把这种习惯带到家里，让家里所有人从现在开始都要称呼他为陛下。这样做的目的是，欧洲的亲王们并不相信波拿巴家族能成为皇室，因为他们压根就不是法国人。如果不想被亲王们嘲笑，就必须规范举止，不给他们任何机会。拿破仑并不在乎别人的嘲讽，他在乎的是法国的荣誉不能受到损害。随后将加冕典礼并于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更大气的是，他要让教皇亲自前来祝福他。
所有人都震惊了。按照传统制度，新王继位必须去兰斯大教堂举行，教皇可不会为了他到这儿来。可拿破仑非常自信，教皇一定会来。Yes, he will. He owes me a lot. 随后哥哥还提到，作为皇帝必须要有继承人，而你的夫人约瑟芬连一个孩子都没给你生。1804年，拿破仑正式加冕称帝，从此成为了法国人的皇帝。然而在加冕时，他的一个动作却令举国震惊。依照传统旧制，登基大典一般需要在兰斯大教堂举行，可他却很强势，就是要让教皇来到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为自己加冕。要知道，在当时的欧洲，甚至整个西方国家，教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不仅一般人要对他恭而敬之，就连皇帝和总统见到他们也要顶礼膜拜。只能答应，毕竟鸡蛋怎能和石头较量。回来之后，拿破仑又把巴黎圣母院重新装饰了一下，打造成和希腊罗马神殿一样宏伟壮观。而当他看到桌子上的模型，却非常不满意，因为工匠把自己做得太小，甚至比塔列朗还小。工匠慌忙解释，这些都是按照真实比例还原。随后拿破仑来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Man's scale is determined by his destiny, not by nature. 紧接着他又拿起教皇的模型放在身后，并告诉教皇站在我后面就可以了。教皇当即表示不满，如果离得太远就无法给他戴上皇冠。然而拿破仑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因为他要自己为自己加冕。让教皇来的原因就是走个过场，只需要他为自己默默祝福就可以。随后史上最牛的登基大典就开始了，因为英国总是没事带头去联合他国攻打法国，于是他这次准备先发制人。同年8月，拿破仑离开巴黎，带来20万大军前往布伦亲自督战。可就在法国海军少将维尔内夫和英国皇家海军之魂纳尔逊海上激战时，英国就联合奥地利、俄国组成了第3次反法同盟。奥地利和俄国打算此时从东面联合进攻法国。反法同盟算准了拿破仑所有的军队都集结在西部，如果此时从东部进攻，那法国必败无疑。可他们却想不到的是，拿破仑有制胜法宝。 The English forget that my strength is speed. In 20 days, I will be in the heart of Germany. 大战一触即发，缪拉带领军队先一步赶往奥斯特里茨战场，而拿破仑还真的选择在巴黎悠哉地听着歌曲。他想在这里先将奥军和俄军碾碎。如果普鲁士的军队不自量力参加战斗，那就连他们也一起连根拔起。随后他就可以顺势统治整个欧洲，让英国烂在自己的巢穴里做个土皇帝。可就在这时，腹泻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打仗最耗费的就是资金，如果我们宣战敌方必战，结局就是法军将会被耗死。然而拿破仑却并不在意。 I'm joining the force. 随后他又叫醒自己的妻子约瑟芬，让她陪自己一起前往前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鼓舞士气。当所有士兵们看到自己和妻子在一起，那样他们就会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尽管下着磅礴大雨，拿破仑也依然陪着军队一起前行。这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经过此战，法国将掌握整个欧洲大陆的生杀大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评价说，玛丽已经知道他的意思，拿破仑也得偿所愿。可第二天就收到一个坏消息，法军遭到俄军猛烈的突击，无奈他只能立马赶往前线。临行时也不忘与玛丽深情告白，并答应他会还给他一个完整的波兰。紧接着就匆匆赶往战场。也许拿破仑也不知道这次战役到底有多惨烈，可谓是他流血最多的战役之一，打得也异常艰难。 If Ney and his men are not here by 10 o'clock tonight, I sha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treat. Boucher and Berthier will form the rear guard.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战无不胜的皇帝都不得已进行撤退？1807年，俄军在维斯杜拉河与布格河的交汇处对法军进行大规模偷袭。虽然每个战士表现的都非常英勇，但俄军也不是吃醋了。双方经过激烈大战后，明显法军有点兵力不足的感觉。就在战局异常危机的情况下，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至。乌鲁士军队选择在此时从后方偷袭法军，这让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他心里明白，如果想赢得这场战役，10点之前内伊的援军必须到达。如果没有赶来，那他只能选择撤退。战局已经非常惨烈，每一分钟都有战士流血死亡，可援军却迟迟未能抵达。无奈拿破仑只能把自己的禁卫军派上战场，这在之前可从没有过先例。因为禁卫军的任务一般都是保卫皇帝，要不是山穷水尽，拿破仑也绝不会派他们参加战斗。紧接着禁卫军就一拥而上，首领命令他们不准开枪，因为老禁卫军只用刺刀格斗。接下来双方就开始了一场白刃战，他已经把最后的家底都打出去了，可依然没有赢下此战。就在这生死攸关之时，内伊的援军终于赶到，这让拿破仑也深吸了一口气，扭转了战局，最终击败了顽强的俄军。这场战役虽然是险胜，但却无比惨烈。夜幕降临，看着满地的尸体，他自己都在怀疑这场战役到底有没有赢。 This sad village called Elo is haunted by the dead and the wounded. It's a victory with a taste of defeat. 其实哀牢战役
也被称为拿破仑流血最多的战役之一。对于双方而言，这根本就是不分胜负，因为这次战局谁都没好果子吃，简直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于是法国皇帝拿破仑准备与沙皇亚历山大进行谈判。谈判日这天，俄国沙皇亚历山大身穿一身名牌服装，庄重威严地站在木筏上，表情显得也如此高傲，牌面瞬间拉满。对此强势的拿破仑都不禁感叹 The Tsar of all the Russians in all his splendor. Dazzling. 言语中仿佛自己低了一头一般。见此，克兰古立马说道：“这只不过是作为战败国的一种掩饰而已。”紧接着，二人的谈判就开始了。拿破仑首先提出了自己谈判的条件，那就是维斯瓦河以东是你的地盘，以西则是我拿破仑的地盘。法国和俄国双方永不侵犯。对此，亚历山大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接下来提出的问题，让这个俄国皇帝就产生了歧义。他提出想要独立波兰。拿破仑到现在还没忘记自己答应马列帮助他光复波兰的事情，还真是个信守承诺的人。可亚历山大并没有答应，他不可能同意波兰人与他们平起平坐，这对于俄国而言就是个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将来哪一天会发生问题。瞬间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味，仿佛下一刻二人就要打起来。紧接着拿破仑就霸气地说道 You know very well that if you had not accepted my conditions, I would have blown the Austrian and Hungarian allies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laid waste to your own empire. 对此亚历山大只是轻蔑一笑，但他也知道始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最终就提出一个建议，只要拿破仑放弃光复波兰，那自己就去说服英国停止组织反法同盟。拿破仑见此选择答应他，显然独立波兰没有停止反法同盟重要。纵使这位皇帝骁勇善战，但奈何双拳难敌四手，虽然他没有让波兰独立，可还是选择帮助波兰夺回了被普鲁士瓜分的那部分领土，继而建立了短暂的华沙大公国。不久后，拿破仑为了窒息英伦三岛，就严格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但却有个国家不听话，那就是葡萄牙，这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威严，这他怎么能忍？于是就发动了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很快就把葡萄牙王室打得落荒而逃。随后又以保护西班牙领土和解决王室矛盾为名，派一支10万人的法军部队进入西班牙。可这次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法军的入侵很快就遭到岛上人民的强烈反抗，气得拿破仑直接就勒令西班牙国王退位，然后派自己的哥哥约瑟夫顶替王位。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顺利统治西班牙，但却忘记了当地人民的力量。驻扎在马德里的2万士兵并没有镇压住叛乱，反而全体投降。他的哥哥约瑟夫国王临阵脱逃，当晚就直接离开了马德里，逃之夭夭。拿破仑气得火冒三丈，还不如一开始就让缪拉当西班牙国王。虽然他有野心，但不至于临阵脱逃。让他更气的是，此事一出，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波拿巴家族都是胆小鬼。对于这个高傲的皇帝，怎么能忍受被别人瞧不起？所幸的是，由于圣彼得堡离得比较远，消息还没传到，因此拿破仑就派塔列朗在俄国沙皇知道这件事之前赶到那里，安排他和沙皇再见一面，而且还要想方设法的不能让沙皇对他的势力产生一丝质疑，甚至要让他们相信这件事一直在拿破仑的掌握之中。 When the south goes up in flames, we must do all we can to prevent the fire reaching the east. I must not let myself be torn in two. 于是就有了埃尔富特会面。拿破仑这次会晤的主要目的就是，沙皇总以为是我们的朋友，那就让他证明自己处理西班牙暴乱时，沙皇能否让奥地利和普鲁士人保持安静。至于那群不自量力发动西班牙暴乱的流氓，他则派内伊元帅去马德里进行武装镇压，势必将他们彻底粉碎。但此时塔列朗却提出否定的观点，他认为这会导致东部的力量遭到削弱。拿破仑告诉他，虽然这不是最好的策略，但如果让整个欧洲知道一群恐怖分子侮辱了法国大军之后仍能逍遥法外，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随后塔列朗就安排会晤的事情，可让拿破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次会晤他居然会背叛自己。塔列朗利用这次机会私下与沙皇达成一气，要维持欧洲和平就必须要势力均衡，所以沙皇允许奥地利重建军队。其实塔列朗选择背叛的真实原因，就是他认为拿破仑总在不断播下新战争的种子，而这些新战争在席卷欧洲和法国之后，终将导致他本人甚至整个法国都会毁灭。所以塔列朗在与沙皇会面后，不断的暗示亚历山大拯救欧洲，抵制拿破仑挑起的战争。就这样，出于称霸整个欧洲的野心，亚历山大直接对拿破仑说，自己无法保证在法奥开战之前一定站在他那一边，即使拿破仑再生气，亚历山大也毫不在意。 Anger will not serve you well. 说完便扬长而去。紧接着更坏的事情又来了，西班牙的局势越来越糟糕，朱诺将军再次投降。 Why do things always go so badly in Spain? Because you are not there. Sire, that's going to change. I'm leaving for Madrid. 法军已经慢慢在这次战役泥潭里无法自拔，接下来拿破仑将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毒。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在这里说的就是拿破仑的亲人和最信任的下属，没一个是省心的主。看看他们都是怎么作妖的。就在前不久，由于西班牙的局势越来越糟糕，无奈拿破仑只能赶往战场亲自督战。可刚到这，他就看到士兵们伤亡惨重，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味，说这里是人间炼狱也不为过。
因为西班牙人凡是见到穿法国军服的人就杀。这次战局异常凶险，所有人都以为他回不来了。于是他的妹妹和塔列朗以及富歇等人竟开始相互勾结，试图将妙拉推选为皇帝继承人。可拿破仑怎么能让他们如愿？连夜赶回巴黎，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他的妻子。Smee, why are you hiding your face? You take me for a fool. You take me for a fool. You betrayed me. With other men know you just betray me. Concealing what you know is betrayal. 妻子见状慌忙解释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都不告诉我。拿破仑这才意识到误会了妻子，紧接着就向他道歉。第二天他就找到塔列朗，更直言说塔列朗参与政变，并且还散播谣言，说他西班牙远征再也回不来。哪知道塔列朗也非常刚。As a matter of fact, son, I never doubted I would see you again. 拿破仑直勾勾地盯着他，随后又说自己拿下了布尔戈斯和马温，把英国人赶出西班牙半岛，这本身就属于一场伟大的胜利。可塔列朗又作妖地反驳道，这只不过是一场不稳定的胜利而已，因为法国的一半军队被困在西班牙维持和平。紧接着拿破仑又告诉他并没有打算撤出一兵一卒，可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第5次反法同盟正在组成，包括奥地利还有俄国。现在拿破仑大部分军队都在西班牙，又该如何应对？对此他又气愤地指责道，这全都是塔列朗的问题，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鼓动拿破仑插手西班牙的事情，甚至还偷偷破坏法国与维也纳、沙皇等人的关系。塔列朗在他眼里就是个无赖。其实拿破仑对他的许多小心思都很清楚，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性的闭上眼睛，因为他需要外交人才。可现在窗户纸都捅破了，塔列朗还在装无辜，这让拿破仑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就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同时取消4万法郎的年俸。看看塔列朗那犀利的眼神，也许正是因为这次的事情，直接打通了他继续叛变的任督二脉，成为了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的主要因素。由于需要人才，他并没有处理父亲同样参与政变的妹妹与妙拉，拿破仑只是意味深长地告诉他 Do you know why your husband is here instead of being locked up in a fortress? Because you're my sister. 随后就转身离开。可刚到会堂，一首曲子还没听完，奥地利选择在此时向法国宣战，紧接着他就立马赶往战场，两军交战与艾斯林。这次战役同样是损失惨重，拉纳元帅及一大批将军战死，拿破仑自己更是差点命丧于此。一枚炮弹从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炮弹打到树桩上，竟然拐了个弯，精准打在军官的头颅上，瞬间领了盒饭。拿破仑的马也惊吓地把他弄翻在地。属下看到这想让拿破仑先行撤退，不然的话战士们将会停止战斗，可他却没有同意。尽管战局已经无法挽回，他仍决定与奥军再次决一死战。 We will cross the Danube, and I'm sure Pagan will be the site of our victory. 就这样，法军不得不撤出艾斯林，前往多瑙。他的得意大将拉纳在此战中不幸被炮弹击中，医生甚至说到他必须截肢。看到疼痛难忍的拉纳，他心里也不是滋味。这场战役可谓是拿破仑自统战以来第一次在这种大规模会战中遭到这么严重的失利。紧接着法军开始渡过多瑙河，可迎来的却是奥军大炮伺候。战士们进退两难，拿破仑死死地盯着这一切，他自己也知道已经回天乏术。战后看着军营内损伤惨重的战士和病重的拉纳，这位皇帝第一次感觉到这么大的挫败。拉纳在临死之际对拿破仑来了一场深情告白。It doesn't stop me from loving you. Stop this war. To this madness. 说完便领了盒饭，最终拿破仑令手下将他做防腐处理，并由仪仗队护送回巴黎。然而拉纳的话拿破仑并没有听进去，因为他知道奥军绝不是善类，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自己。于是又与奥军进行了第2次交战，最终以奥地利的求和而告终，拿破仑惨胜。可刚班师回到法国，他就立马与自己的妻子闹离婚。原来是由于西班牙的暴动牵制了他的30万兵力，为了防止法国东面再起战火，所以他想和奥地利联姻，迎娶奥地利的公主路易斯。约瑟芬强作镇定，因为他知道就算不同意也没办法。就这样，拿破仑结束了与约瑟芬的婚姻，转头就要去迎接奥地利的公主。很快拿破仑就见到了她，但是令自己没想到的是她怎么长这样，瞬间有种后悔的感觉。可当真正的公主下来，心里才算松了口气，还好自己认错了。
随后就行了一个绅士的礼。不久，二人就喜结连理。拿破仑也非常努力，没多久就有了孩子。可不幸的是，路易斯面临难产。医生告诉拿破仑，保大还是保小，即使在现在，这也是世纪难题。Have I understood rightly, sir? You condemn the child. 这让医生实在不敢相信。若是平常人，他还会感觉很正常，但对于帝王来说，通常会去选择孩子。眼前这个人，也就是法国第一皇帝拿破仑。他告诉医生，自己的妻子有活下去的权利，没有孩子还可以再生，妻子还如此年轻，他不可能就这样放弃她。深夜，所有民众都在见证继承人的诞生。在拿破仑的抉择下，妻子路易斯得以保全，可自己的儿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刚出生就离开了人世，这让拿破仑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纵使心情再差，他还是选择来到妻子面前安慰她。这不禁让我感叹，铁汉也有柔情的时候。可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孩子居然叫了出来。拿破仑立马跑过去，将他抱在怀里，就连在门外等候的众人都被孩子的啼声惊住。医生更是长长的舒了口气，仿佛在说，这孩子可算是没辙在我手里。紧接着，拿破仑就令手下鸣礼炮101响，新王诞生，普天同庆，所有巴黎人民都异常激动。然而此时却有个人不高兴，而他就是拿破仑的老情人马。他此次来到这里的目的，那就是代表波兰来请求拿破仑赶走俄国沙皇在华沙大公国边境部署的30万大军。随后玛丽还时不时提醒道，他曾以法国的名义保证过会让波兰领土完整，如果俄国攻打波兰，也就是对他威严的一种挑衅。对此拿破仑并没有正面回答，顺势就转移了一个话题，随手就送玛丽一串科伊诺尔大钻石。然而他看到这个并不是很开心，当即又说道，波兰恳求你，俄国藐视你，陛下将如何选择？拿破仑深思了一下，最终有了答案。我不是波兰是要分离。拿破仑心里也清楚，俄国的亚历山大并不是吃醋，可下一刻就打脸了，成为了自己口中的那个傻子。他开始和自己的前妻商讨是否攻打俄国。前妻当即调侃道 Oh, our dear Valeska has been succeeded. She couldn't have you for her husband, so she will have you as our champion. 然而拿破仑攻打俄国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你，是因为亚历山大背信弃义，他们的港口到至今还在向英国开放，这让他无法容忍。可前妻约瑟芬却劝他不要攻打俄国。Not really, Bishop. You're at the height of your glory. From Portugal to Poland, almost all Europe is yours. You rule over the destiny of over 60 million men. 不但如此，他还有亲人，如果兵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拿破仑并不满于此，他只是想给后人多留下一点财产，并希望儿子能以欧洲皇帝的身份继承自己的地位。对于约瑟芬的劝解，拿破仑并没有听进去。紧接着他就组织了拥有12种语言的60万大军远征俄国。殊不知这次远征将导致他输得一无所有。法皇拿破仑亲率60万大军远征俄国，兵分3路率军渡过涅曼河。俄国由于防守薄弱，只有兵力大约24万人，不足以抵抗在此前欧洲无敌的拿破仑军队。于是俄国元帅库图佐夫采取了撤退的策略，法军也非常顺利地直达莫斯科。当他们兵临城下时，这里好似是一座死城，这让拿破仑内心隐隐感到不安，但还是下达命令让所有部队进入莫斯科。果然整座城市空无一人。科朗古认为这会不会就是一个圈套，可拿破仑却反驳道，保持戒心是对的，但俄国人是不会使用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紧接着他就下令暂时在莫斯科进行休整，因为这3个月以来一路舟车劳顿，士兵都没好好休息。当他来到沙皇的卧室，还嘲讽亚历山大竟睡这种床，难怪他打仗不像个男人，他宁可睡行军床，也不会在这种像蛋糕一样的卧榻上睡觉。到了夜深人静，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拿破仑从睡梦中被惊醒。缪拉慌忙来报，莫斯科所有的建筑都被做了手脚，所有可燃物都被浇上了硫磺和焦油，更可怕的是消防车全都被破坏，所以也就是说只需要2-3天这里将会变成废墟。拿破仑这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原来一切都是俄军蓄谋已久的阴谋。这场大火毁掉了他所有的军械及粮食，也焚毁了他的欧洲梦，不得已法军只能撤离莫斯科。随后拿破仑尝试派使者去和亚历山大谈判，希望签订停战协议，可是亚历山大十分的强势，只要俄国还有法国士兵就绝不议和。于是双方僵持下来。可这时寒冬来临，法军所有的粮食早被一场大火烧得一无所有，再加上补给线又太长，仅剩的10万大军又冷又饿，很多人甚至在冰天雪地里被冻成了冰疙瘩。当拿破仑回到法国时，60万大军就只剩下3万人，简直是把所有家底都打进去。随后他就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停止战争，还世界一个和平。但总有人不答应，这不他老丈人奥皇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之所以奥地利敢如此强势反对，那是因为法国现在已经没多少军队在压制他们，奥地利甚至还要求法国归还曾经占据他们的领土。 But if France refuses to subscribe to the conditions we've imposed,
Austria, unfortunately, will be obliged to declare war on France. Austria dares to declare war. Only reduce Vienna to rubble. I swear it. 对此，奥地利并没有被拿破仑震慑住。就这样，第6次反法同盟开始了。拿破仑虽然仅用3个月就召集了10多万士兵，可这些战士大多是子弟兵。经过多日苦战，法军被联军打得节节后退，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就连自己的妹夫缪拉也再一次背叛了他，说是回那不勒斯搬救兵，实则就是去逃难。老将更是以负伤为由说要请假，科兰古则是让拿破仑面对现实。现在法军已经回天乏术了，就这样拿破仑兵败于莱比锡。也正是因为这次的战役的结果，导致他后面节节败退，最终跌落神坛。夜深人静，在这豪华的杜伊勒里宫内，一代枭雄拿破仑居然要落得一个服毒自杀的下场。难道不可一世的皇帝就要这样轻松结束自己的一切吗？就在前不久，拿破仑兵败莱比锡，无奈只能进行紧急撤退。在途中经过一个小村庄，看到一位农妇，就想问他借马，把陷入泥潭内的大炮拉出来。若家中有孩子，也可以出来一起帮忙。可农妇转身就拿起大粪叉子要干他，拿破仑立马下令不要让手下开枪。原来农妇之所以恨他，是因为战争令他的2个未成年的儿子战死沙场。They died for you, but you're nothing. You're less than that pile of dung. 拿破仑只是义正言辞地说道：“你儿子献出生命就是为了法国的存亡，包括他自己也可以为此献出生命。如果你借给我们马，把大炮从泥里拖出来，炮弹会帮你儿子报仇的。”见此，农妇最终还是选择把马借给他。就当他正在四处借马时，反法同盟的军队早已打到法国巴黎。这时候，胆小如鼠的亲人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签署了投降书，并下达了撤出军队的命令。他听到这个消息，当即被气得火冒三丈。如果只是军队投降了，还可以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将敌人赶出去，但只要签署投降书，那就一切都回天乏术了。1814年4月，拿破仑大势已去，被迫选择退位，亲戚们都相继离他而去。对于亲人的无情，这位战神皇帝实在想不明白。我想尽一切的对他们好，可最终却换来了这个结局。I gave everyone else so much, and they all abandoned me. 这也许就是历史版的墙倒众人推，自己非但没能成为欧洲的皇帝，到最后还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随后他写下遗书，准备服毒自尽。就在这危机时刻，好在克兰古及时赶到，再加上毒药存放时间太长，捡回了一条命。1814年5月，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被流放至厄尔巴岛。然而区区小岛根本困不住他的野心，拿破仑只是想等一个机会杀回去。他现在真的是对英国恨得牙痒痒，如果不是这个搅屎棍，他就不会去打西班牙。沙皇还会是他的朋友，奥皇还是自己的老丈人，可是恨也没用。现在事已至此，他只是想等一个机会，然后逃离这里。没等多久，机会就来了。自打路易18复辟之后，所有的人民都开始憎恨他，都想让拿破仑回去主持大局。听到这个消息的拿破仑知道机会来了，他早就备好了2艘船，虽然不大，但是速度非常快。如果天色够黑，他们就有可能躲过英国的舰队。1815年2月，仅仅被困1年的拿破仑带着寥寥士兵秘密逃离厄尔巴岛。刚到岸，就有热心的渔民迎接他们的陛下。这些人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Listen, if you need more help, take my sons. They're only 9 and 10, but I'm sure they could still be useful. I have a blunderbuss in my cabin. I'll get it. You will not need a weapon. I intend to reclaim my throne without spilling a single drop of French blood. 拿破仑拒绝了，因为他想让法国人不流一滴血夺回王位。可不久，他逃离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路易18耳中，于是就立即派出内伊元帅前去逮捕拿破仑。但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支军队将会成为拿破仑建立百日王朝的开始，同时也是滑铁卢战役的开端。所有士兵都举着枪指向这个男人，然而他却毫无畏惧，径直走了过去。Soldiers, if any one of you wants to kill his emperor, here I am. 下一刻，所有士兵居然都放下武器，冲向这个男人，发疯似的发出了皇帝万岁的高吼。没错，他就是这些战士们的皇帝拿破仑，从厄尔巴岛流放回来了。全体军官倒戈，内伊元帅也递刀投降，再次效忠于他。当拿破仑冒着大雨冲进巴黎时，所有民众都大喊：“拿破仑陛下回来了！”路易18得知消息后连夜逃跑。就这样，他真的实现了不让法国人流一滴血夺回王位，重掌了法国的军政大权。但此时的他也许做梦都没想到，这
这次的王权仅仅只维持了100日，所以又叫百日王朝。当英国得知消息后，立马又联合了由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再次组成的第7次反法同盟。可拿破仑并没有害怕，而是选择继续奉陪到底，势必要打到反法同盟认怂为止。1815年5月，滑铁卢战役爆发，反法同盟集结了70万大军，而拿破仑仅仅只有不到他们1/3的20万人。可他并没有因为人数差距而认怂，因为只有联军在一起的时候才是70万，所以他想逐一击破。于是就决定先打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队，再打惠灵顿的英军，由格鲁希狙击普鲁士，内伊正面攻打英军。拿破仑本来是有希望赢得此战，但内伊元帅好大喜功，没有接到他的进攻命令的情况下，便提前用骑兵方阵冲锋，为的就是组织一次漂亮的冲锋。当他看到这一切之后，差点没气得吐血。Hasn't he lost his mind? I didn't give the order yet. Never charge infantry before they've been broken up by a round of shells. 看到战局不妙，他又传令给格鲁希将军，让他务必迅速收拾掉普鲁士，然后再来他这里支援。可谁曾想格鲁希也是个愣头青，找了半天也没能找到普鲁士的军队，手下都听到了隔壁的激烈炮声，说到普鲁士的军队可能就在那里，建议格鲁希赶紧过去支援。可他却是个死脑筋，坚持认为普鲁士就在前方，随后就一意孤行地往前寻找。此时拿破仑发现了一支大军正在往他这里靠近，他以为是格鲁希的支援来了，瞬间自信心爆棚，这场战役必胜。受到鼓舞的拿破仑准备从英军手里夺回圣雷伊农村，很快就把阵地打下来了。就当他准备下一步计划时，属下来报，前方的部队不是格鲁希，而是普鲁士的主力。 He's not English, sire. He's Prussian. Prussian? How can he be Prussian? Where was he captured? This army approaching us, it's not Grouchy. It's the entire Prussian army led by Blücher. Prussian army still exists. What is Grouchy doing? What's happening? Why don't people do what I say? Why can't I count on anyone? 是啊，他现在还能相信谁？紧接着他只能把仅存的禁卫军派上战场，但这也只是强弩之末，面对敌军凶猛的火力，根本就是寸步难行。拿破仑也知道败局已定，随后在禁卫军的保护下撤退。滑铁卢战役至此结束，满是信心的王者归来，却被一群属下坑得体无完肤。从一开始亲人的众叛亲离，到最后的属下无能，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绝望的了。不久后，拿破仑再次签下退位诏书，让他的儿子拿破仑2世接任皇位。从回到巴黎到结束，只做了100天的皇帝，最终面临他的将是永久流放至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这位不可一世法国人的皇帝也终究成为人们的历史。这是晚年被囚禁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就连吃饭都握不住刀叉。原来是有人在他的饭菜内下毒，他已经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被慢慢蚕食，每天都感觉异常的疲倦，只想好好的睡一觉。这天外面阳光明媚，拿破仑却问手下雨下多久了，也许他真的很累。属下见此便退下，不再打扰他。拿破仑缓缓进入睡梦中，仿佛看到在磅礴大雨中那个曾经稚嫩的少年。这些回忆都只不过是拿破仑临终前的回光返照，在生命最后的终点，他只说了4个字Ennui.就这样，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度过了孤独的6年，于1821年5月5日与世长辞。直到去世的19年后，他的遗体才被运回法国。如他的遗嘱所愿，拿破仑安息在巴黎塞纳河南岸的荣军院。